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许多人在突然生病或身体感到不适时，会认为自己运气不好。然而，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并不受运气左右。疾病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必然。我们的身体本应通过免疫等防御机能来保护自己，但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出现问题，防御机能就会受到破坏。为了提高免疫力并保持健康，我们应该停止哪些习惯？还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吗？在本次视频中，我将解释由日本自律神经免疫治疗研究会终身名誉理事、西西大学名誉教授安保彻先生所撰写的《免疫力提升只需停止的健康法》。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尽管本来我们并不应该犯错，但如果日常生活不规律，我们就很容易生病。例如过度努力而忽视疲劳、身体受凉或积累过多的压力等。这些问题每天都在累积，给心身带来巨大的负担。当我们过度努力或承受巨大压力时，自律神经的一部分交感神经会处于紧张状态。交感神经紧张会导致哪些问题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血液循环障碍和组织破坏会导致易患疾病。此外，免疫细胞中最重要的淋巴细胞也会减少，导致疾病难以治愈。血液循环障碍对我们的身体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大的负面影响。我们身体所需的能量是由细胞内的线粒体和糖酵解系统产生的。当因过度努力和压力引起的血液循环障碍导致身体处于低体温和低氧状态时，线粒体和糖酵解系统产生能量的功能就会受到抑制，身体就会失去能量生产的能力。这样一来，身体就无法有效抵御疾病。稍后我将讲解与血液循环障碍相关的停止的健康法。但请记住，血液循环障碍不仅是导致疾病的原因，也是阻碍康复的原因。除了受伤和感染，几乎所有疾病都是在超出个体极限时，由于免疫力和必要能量的下降而发生的。为了预防疾病，避免让身体超出极限，我们需要改善日常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在本书中有许多提示可以帮助我们。今天我将从中选择一些我认为特别有趣的内容与大家分享。今天介绍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只需停止的健康法，治疗和预防的方法；第二，只需停止的健康法，生活习惯；第三，只需停止的健康法，饮食习惯。首先，在第一部分中，从本书介绍的内容中选择了3个关于希望停止的治疗和预防方法进行讨论。首先是关于大多数人不了解的真正健康血液状态的内容。血液流畅一直是健康的关键词。我们可能在推荐健康食品的商店或在线商店中经常看到血液流动前后的照片或视频。血液粘稠是不健康的原因。当您尝试了这种产品后，您的血液变得更加流畅等等。这样的描述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血液粘稠被贬得一文不值。然而，作者明确指出，这种对血液流动的好坏的观点是错误的。其实，无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如何，血液都会变得粘稠。身体会根据需要调整血液的粘稠度。有时需要血液变得粘稠来阻止氧气流动，以便在关键时刻或需要爆发力时，身体可以停止血液流动，迅速发挥力量。血液细胞总是在极限的距离内相互碰撞流动，这是因为有时需要停止血液流动。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如果血液一直保持流畅，那么我们就无法发挥力量。因此，血液不断暴露在外是必要的，否则就不健康。所以，让我们放下对血液必须保持流畅的固定观念吧。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关于膏药和冰敷的注意事项。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腰痛在医院开一些膏药，回家自行贴敷进行治疗。膏药确实是一种止痛药和消炎药，但由于它容易使用，许多人将其视为药物而使用。贴上膏药后，感觉舒服，并且症状会减轻。或许你已经猜到了，实际上为了尽快缓解腰痛，最好避免使用膏药。膏药中使用的成分如阿司匹林、印度美托洛尔和酮洛芬等，除了具有止痛和消炎作用外，还具有抑制体内分泌的生理活性物质前列腺素的作用。
前列腺素是一种在组织受到刺激时分泌到组织内增加血流的物质。例如，当肌肉酸痛或受伤时，由于血流障碍，前列腺素的作用会增加，从而促进血流恢复。在此过程中，疼痛、发热、肿胀和瘙痒等症状会发生。腰痛的原因大多是由于腰部肌肉力量减弱或精神压力引起的血流障碍。贴上膏药会抑制前列腺素的作用，暂时缓解疼痛和发热，这让你感到症状有所减轻。换句话说，即使在那个时候感觉良好，贴膏药也意味着反复发生血流障碍。腰痛的原因本来就是血流障碍，因此贴膏药会导致疼痛的根本原因无法消除，从而使腰痛变得慢性化。此外，由于抑制前列腺素的分泌膏药可能导致体温下降，并引起胃痛、腹痛、膝盖痛等其他疼痛的副作用。令人恐惧的是，膏药是通过皮肤吸收的方式，吸收率达到100%，因此副作用可能比口服的止痛药更强烈。请不要随意使用膏药，因为它能够带来短暂的舒缓感。此外，当你扭伤或撞伤导致患部出现疼痛、肿胀和发热时，不要轻易使用冰敷或冷却喷雾。冰敷会阻止身体对受伤部位进行修复的反应，冷却患部会使疼痛慢性化，并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关节疼痛和肌肉僵硬。顺便提一下，职业棒球选手黑田博树，因为他几乎不使用冰敷而闻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部分只需停止的健康法生活习惯篇。首先，我们将关注姿势。要停止的生活习惯是驼背。大家都有想要改善的愿望，但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很难改变。也许改善驼背的动力不足也是一个原因。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驼背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并希望您能在这个机会下产生改变的强烈意愿。驼背和我们平时无意识采取的不良姿势，直接对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呼吸和血液循环产生不良影响。弯曲背部是一种影响健康的姿势，它降低了平时的肺活量。试着弯曲背部并吸气，你会发现空气无法顺畅进入。背部伸直时的肺活量约为3000毫升，而背部弯曲时，肺活量会下降200到500毫升，这是相当大的差异。此外，背部弯曲会压迫胸部和内脏，导致血液流动受阻。背部弯曲还会导致腹部弯曲，对男性来说会压迫前列腺，对女性来说会压迫子宫。这种压迫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如果呼吸和血液循环不能正常维持，免疫功能就会下降。换句话说，姿势不良会导致无法预防疾病，并加速衰老。姿势正确的人看起来健康年轻，而驼背的人看起来虚弱衰老。姿势不良不仅仅是外表问题，它也会影响身体的健康。正确的姿势是骨盆中央的骶骨保持直立的状态，而在驼背的情况下，这个骶骨无法保持直立，使得保持正确姿势变得困难。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腰部和背部肌肉力量的减弱。当肌肉变弱时，骨骼和关节也会变得脆弱。在驼背行走时，这些部位几乎不动，导致逐渐进行的功能性费用性萎缩。这种费用性萎缩是由于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导致身体功能下降的病症，常见于长期卧床不起的人。肌肉力量的减弱不仅导致驼背，还会导致发热能力下降，从而导致低体温，这意味着免疫力下降。此外，肌肉力量的下降还会导致面部周围肌肉的衰弱，导致咬合不良。咬合不良会导致唾液分泌减少，进一步降低免疫力。姿势不良会降低免疫力，使人容易生病，更快衰老。请记住这一点。关于姿势不良，不要以为这只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或者是因为父母也是这样，或者是骨骼遗传等等。首先，让我们检查自己是否有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的不良姿势。如果发现自己有驼背的习惯，意识到后要有意识地伸展背部，纠正姿势，然后务必通过锻炼增强肌肉力量，例如做直立的深蹲等。当我们使背部挺直时，骶骨会正确地放在骨盆上，腹部和胸部会扩张，
头部会向后缩，外观和身体功能都会改善。对于姿势不良的人来说，为了拥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努力改善。接下来，让我们谈谈与姿势相关的2个可能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的习惯：一、腰痛支撑带等腰部支撑装置；二、老年人使用购物车推行走。首先，让我们解释一下，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佩戴腰痛支撑带等腰部支撑装置。这种装置的目的是在腰痛时，通过紧紧包裹并固定关节来减轻运动腰部时感受的疼痛。然而，如果保持这种状态过日常生活，腰部、背部和髋关节的活动将受到限制，导致腰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障碍。腰痛的根本原因本来就是血流障碍，因此佩戴腰部支撑装置只会进一步加重血流障碍，所以腰痛是无法治愈的。如果将消炎止痛药及膏药和腰部支撑装置同时使用，会发生什么呢？这相当于同时给血流障碍施加了最强的打击，腰痛是无法治愈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既然根本原因是血流障碍，那么我们只能确保血液流畅。即使患有腰痛，也应该尽量在可以活动的范围内逐渐活动身体，防止血流堵塞。虽然有时工作等原因可能很困难，但腰痛患者可以尝试一次停止依赖这些支撑装置和膏药的选择。改善血流障碍是摆脱腰痛的捷径。第2个问题是关于老年人使用购物车推行走，这也是一个应该停止的行为。当您开始觉得走短距离变得困难时，如果您正在考虑使用购物车作为外出时的步行辅助工具，我希望您首先使用拐杖作为步行辅助工具。使用购物车作为步行辅助工具的人中，多数是患有脊柱管狭窄症的老年人。这种疾病是由于腰椎的脊柱管因年龄等原因变窄，压迫神经引起腰痛和腿部麻木。长时间行走会加重腰部和腿部的疼痛，导致无法行走。但稍微减肥后又可以行走，这是该疾病的典型症状。推动购物车行走时，可以不伸展背部而行走，从而减轻神经的压力。即使在中途不休息，也可以继续行走。而且，当需要休息时，购物车还有座位供您坐下，并且座位下方还有放置购物袋的空间，因此非常方便。然而，如果养成了推行走购物车的习惯，姿势就会保持不正常的弯腰姿势，腰部突出且前屈姿势极端，甚至比驼背更严重。正如第1部分所提到的，这种姿势可能会抑制呼吸，导致血流不畅，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更重要的是，腰椎的软骨及椎间盘会越来越弱，导致腰部到下肢的疼痛和麻木增加。长期保持关节固定的不自然姿势会进一步加重背部的曲度。如果不想进一步加重背部的弯曲、呼吸抑制、血流障碍和下肢疼痛和麻木，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过度依赖购物车。使用拐杖可以避免对椎间盘和血流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可以更好地活动肌肉和关节。无论是腰部支撑装置还是购物车，虽然我们知道依赖它们并不好，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确实需要。最终的决定只能由您自己来做，但是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努力改变依赖的习惯。第3部分，只需停止的健康法饮食篇。我想谈谈关于饮食习惯的2个内容。这些内容一开始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但也很有趣。首先是关于只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是否真的对身体有益的讨论。作者认为，那些非常注重健康和美容的人会努力追求对身体最好的饮食习惯，坚持营养均衡，使用无添加剂的食品，自己做饭，控制饮食量，保持8分饱等。他们的日常健康状况无疑是稳定的。然而，作者想告诉大家的是，饮食当然重要，但是除了饮食之外的其他生活习惯也不要一味追求好的事物，因为这对身体并不好。对于那些研究当前流行的饮食法并且坚持严格实践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令人生气的内容。但是，这种只吃好的食物的饮食习惯可能会让人担心。首先，每天只吃易消化和蔬菜等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肠道功能减弱的可能性。如果只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
不经历对消化、吸收、排泄等方面有一定负荷的食物，就无法锻炼由副交感神经控制的肠道功能。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不得不吃营养不均衡的现成食品，可能会破坏饮食规律。因此，即使追求健康的饮食习惯，也不要一味追求好的事物。第二点是只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不给身体带来负担的习惯，这可能导致副交感神经过度发达，导致自主神经失去平衡。这样一来，可能会变得无精打采，容易受伤。例如，在社交场合或宴会上，当尝试吃陌生的高级食材等不规律的饮食时，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小的伤害。第三点是担心解毒功能下降。人类本来就具备解毒功能，以应对面临各种不同食物的情况，以维持生命。这需要肝脏中的一种酶，称为细胞色素 P450 来进行解毒作用。然而，如果这种酶不需要工作的情况持续存在，那么产生酶的线粒体的能量也会变得脆弱，功能会减弱。这样一来，在需要摄入含有添加物的食物时，本来应该发挥作用的解毒能力无法发挥，导致腹泻或呕吐等症状。换句话说，如果每天只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当面临不规律的饮食时，身体无法适应。当然，能够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是非常好的事情。为了保持健康，偶尔体验对身体有害的事物也是可以的。经常不注意生活习惯是不可取的，但是偶尔给身体增加负担，也可以了解自己的极限。有时候尝试正经的饮食和休息也是保持健康的秘诀之一。如果您计划重新审视饮食内容，那么即使是一天也不要懈怠，要保持坚持下去的决心。可以考虑每个月设立1-2天的犯规日，并成功的坚持下去。作者自己也在日常饮食中注重健康，但当在社交场合遇到油炸食物时，会美味的食用，也会高兴的食用蛋糕、饼干等作为礼物。接下来，我想继续讲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不需要改变挑食的习惯，不需要改善儿童对青椒的厌恶。对于那些为了孩子而努力制作平衡饮食的家长来说，青椒是唯一不吃的食物，孩子不肯吃。不管是谁小时候都讨厌青椒，经常因为不吃青椒而被责备。那么该怎么办呢？我将解释为什么孩子会挑食，而这看起来可能是任性的。青椒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它们在苯环代谢中起作用，是一种味道很重的蔬菜。类似的蔬菜还包括香菜、芹菜、苦瓜、胡萝卜等，这些食材也是孩子们不喜欢的食物之一。为什么这些食材会被孩子们讨厌呢？这个谜团通过考虑成人和孩子的能量类型就可以明白。儿童时期，身体主要依赖食物等产生的热能来维持，随着成年身体逐渐转变为依赖氧气和紫外线产生的线粒体系能量。线粒体系能量参与代谢多种功能成分，包括多酚类物质的代谢，因此逐渐喜欢上苦味和特殊味道的食物，如青椒和苦瓜这种味道被形容为成人口味，也是味觉随着年龄变化而喜欢的口味。味觉的变化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能量类型发生变化的原因。儿童主要依赖解糖系能量，所以对苦味和特殊味道的食品，如苦瓜和青椒以及多酚类物质的代谢，可能会发生不适应的反应。因此，孩子们不喜欢吃青椒和胡萝卜等食物，因为他们的身体不需要苯环系的食物和多酚类物质，而更喜欢糖类为主的食物。在蔬菜中，他们更倾向于食用不需要苯环代谢的味道不重的蔬菜，比如土豆、黄瓜等，除了一些例外情况。最后，让我们谈谈哭泣对身体有益的话题。我相信大家多次听说笑可以提高免疫力的说法，但也有很多人对此持有负面印象。实际上，哭泣本身对身体也是有益的。在视频的开头，我们谈到过，通过强迫自己或积累压力，导致交感神经紧张，会导致血液循环障碍和组织破坏，从而引发疾病。事实上，哭泣比大家想象的更能够缓解交感神经的紧张。通过愉快的事情来缓解交感神经的紧张，
使自主神经平衡副交感神经的反应会提高体温，改善血液循环。悲伤或害怕而哭泣，并不像笑那样被认为是副交感神经的积极情绪。有些人可能认为它们是消极情绪，但事实并非如此。悲伤和强烈的哭泣是人类为了逃避不愉快的事情而形成的副交感神经反应。通过哭泣和悲伤，我们可以避免再次经历同样的经历，并为未来做出改变。这让我们可以放心地以积极的情绪结束。哭泣是副交感神经的反应的证据是眼泪，眼泪是副交感神经分泌减少的结果。同样，当我们哭泣时，鼻涕也是副交感神经分泌的结果。当我们哭泣时，脸上可能会弄得一团糟，但体温升高，血液循环改善，我们会感到心情清爽。当我们听到动听的歌曲而流泪，或者观看感人的电影而感动落泪后，也会有类似的反应，让我们感到清爽愉悦。所以，哭泣可以让我们从交感神经的紧张中解脱出来。体温升高，免疫力提高，这是一系列好处。不要误以为哭泣是软弱的表现，不需要忍住想哭的时候。无论性别如何，每个人都应该在想哭的时候尽情的哭泣，让自己感到舒爽，并从原因中恢复过来。这样最终会变得更坚强，让我们停止忍受痛苦。无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在感动时刻，都要大胆的哭泣。哭泣是我们保持身心健康所必须的行为。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